在之前台北国际电脑展2024展会特辑里，海运以及猫头鹰的展台就给各位展示过了2家一同联名的旗舰级电源，而这次终于在我手上了。于是呢，不如来一个猫头鹰全家桶的无光主机组装啊，因此你们就看到了我身边这些猫头鹰的产品啊，当然显卡是借来的，所以没有盒子就请见谅了。那么赶快来看看这一台猫头鹰无光全家桶的配置吧。OK， 首先登场的当然是标题里冠名的海运 Prime TS1600猫头鹰联名款，这是基于海运 Prime 系列平台打造的一款电源。当然，最大的特点就是外观配色更换成了猫头鹰配色啊，同时也将电源风扇替换成了猫头鹰经典的 NFA12x25。此外，风扇网罩也经过了专门设计并精心优化，确保扇叶在通过时的压力梯度会更加平滑，不仅提升了气流性能，还能够降低了噪音。依照猫头鹰官方的说法，对比起海运原厂的135毫米风扇，能够安静个8到10个分贝。除了外观与风扇的差异以外，Prime TS1600猫头鹰联名款更是升级到了 ATX 3.1以及 PCIe 5.1标准啊，包括显卡16边接口也升级到了全新的12伏2x6标准规格。当然，模组线配色自然也是猫头鹰配色的啊，其他像是12年的保修时长、AT Plus 钛金级别转换率，以及数不胜数的 PCIe 和 CPU 电邮模组接口啊，这些都是从原厂 Prime TS1600上获得了保留。和各位介绍完了这一次的主角，接下来也要稍微介绍其他的关联产品。散热器不用多说，自然就是猫头鹰今年新推出的 NHD15G2 标准版。在它推出之际，我也做过了一期详细的评测，还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看。出厂8根热管，外加搭配全新的 NFA12x25RG2 风扇啊，它的散热表现自然是目前双塔风冷的第一梯队水平，而且满载噪音更是天花板的级别。当然，既然用上了全新的散热器，那么风扇也必须是全新系列的，因此我和猫头鹰要来了一共7把全新推出的 NFA12x25G2 PWM。没错，是全新款式的第2代 A14x25其中就有6把更是3组配到的 S×2PP 版本每组风扇都会采用转速偏移的设计，以达到更好的声学效果。采用 Stereo 液晶聚合物材质，拥有0.7毫米的紧密叶片，尖端间细以及渐进弯曲散叶设计在气流以及噪音效率上表现相当的出色。除此之外，还结合了离心端流气中心以及 Super Throw 技术等创新设计搭配上最大转速1500 RPM， 哪怕是专版7把外加散热器的214x25RG2满载转速下的噪音表现都还是非常好的。这部分在安装好后会给各位实测一下。最后，为了配合猫头鹰全家桶产品的配色机箱我是找来了安泰克最新推出的 Flex Pro 机箱Flex Pro 本身算是之前 Flex 的放大加强版维持了强劲的风量表现。其特点自然就是前置顶部以及后方的风扇位均都支持14厘米风扇。出厂就提供了4把 TranQ140 14厘米风扇分别预装在前置3把以及后方1把，并且在电源仓上方也预装了2把 P12R 反向风扇能够有效的给显卡进行散热当然，因为出厂就给了6把风扇，在机箱里线位也提供了 ARGB 和 PWM 风扇控制器方便控制所有的风扇。此外，这次的 Flex Pro 也新增了 iShift 电源90度安装设计提供了除了标准电源安装方向以外多了一个90度的安装选择，并通过附赠的延长线进行连接如此一来就能够大幅度的提升电源模组线的安装体验这个设计确实非常好。只是这一个90度的安装支架最长只能够支持180毫米长的电源，而我们这次的海运 Prime TS1600猫头鹰联名款长度是来到了210毫米，因此只能采用标准的电源安装了。而之所以会选择 Flex Pro 这款机箱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前置通风网孔面板采用了胡桃木实木的木框设计整体配色与猫头鹰本身的配色非常契合，加上电源仓旁边是采用通风网孔设计的，并且还能够支持免螺丝滑轨拆装。如此一来，我就能够很好的展示这颗海运 Prime TS1600猫头鹰联名款电源了。而最后的最后，自然是少不了这一张与华硕联名的显卡了。只可惜，目前 RTX 40系的猫头鹰联名款显卡早已停产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还是没办法借到，于是只能选择外形一模一样的 RTX 3070猫头鹰联名显卡了。反正外形和体积都完全一模一样是吧？当然除了供电接口规格不一样以外。
介绍完本次与猫头鹰配色相关的硬件，马上就进入到装机实测的环节了。处理器因为 Ryzen 9 9950X 在其他主机上进行其他项目，所以这一次是选择了 Ryzen 9 7900。测试平台的其他硬件我也放在屏幕前给各位做参考。那么所有硬件都介绍完了，马上来看看装好后的样子吧。装好之后的样子，你们觉得如何呢？满分5分，不妨给个分数吧。看完了外观，接着来试试它的散热能力吧。我将 Ryzen 9 7900锁定在全核心 5.05G 1.225伏电压，在所有风扇全满速状态下进行 IDA64 FPU 单烤压力测试。10分钟后 ，CPU backcache 的温度落在了平均87.2度，此时的暖显功耗为平均192瓦。然后就是切换到 FPU 追加 Full Max 显卡压力测试。10分钟后 ，CPU backcache 的温度上升到了平均92.2度，暖显功耗则是在平均196瓦。而此时猫头鹰 RTX 3070的核心温度平均是在58.9度，热点平均温度则是70.3度，显卡的平均功耗在227瓦。风扇全满速状态下的散热表现还挺不赖的，特别是显卡。要知道能够将 RTX 30系列显卡控制在60度左右，可见这两把猫头鹰 A12/25风扇还是有点东西的。当然，安泰克的 FlexPort 通风性能确实也挺不赖，让显卡散热能发挥得更好。当然，只是满速状态下的表现显然是不够的。于是我将所有机箱风扇和散热器风扇均固定在1000 RPM， 此时的噪音表现已经是下降到非常舒服的水平。而这个时候再进行10分钟的 IDA64 FPU 单烤压力测试 ，CPU backcache 的平均温度上升到了91度，而暖显平均功耗则是在194瓦。再次切换到 FPU 追加 Full Max 显卡压力测试，10分钟的 CPU backcache 温度来到了平均97.9度 ，CPU 暖显功耗则是在平均199瓦。而显卡的核心平均温度则和风扇全满速时几乎一致，核心平均温度58.9度，而热点平均温度70.3度，显卡平均功耗227瓦。可以发现，即便是将风扇转速下降到噪音非常好的转速下，整体的散热表现也并没有落后太多。双烤状态下的 CPU 温差在5度左右，已经是非常不错了。而显卡的散热表现更是保持与全满速时基本一致。更惊喜的则是这个时候的噪音表现非常出色。这里我就录制全满速1500 RPM 以及固定1000 RPM 转速下的噪音表现给各位做参考。来到了最后的总结环节，我只想说很可惜没有能借到猫头鹰的 RTX 4080显卡甚至也没有推出 RTX 4090的款式否则我很好奇全部硬件都最顶的情况下，这套猫头鹰全家桶能带来怎样的体验。然后就是关于海运 Prime TS1600猫头鹰联名款电源毫无疑问没什么可挑剔的，唯一的缺陷只能说它真的太长了，对于机箱兼容性有一定的要求。但我觉得会考虑这款电源的朋友大概率都会奔向全塔机箱去做选择了，因此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最后就是如今市面上也有许多实木或木纹的机箱选择，也并非是只有 ATX 中塔规格的机箱才有。因此如果这一期节目点赞过800，我会赶紧加跟另一期不一样的猫头鹰全家桶系列装机主题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支持一下。当然目前猫头鹰只差还没有自己的机箱否则就凑齐了机电扇完全体了。那么你觉得猫头鹰会不会在之后推出自己的机箱呢？还是会选择和现有的机箱品牌联名推出呢？那么如果是推出联名款机箱，你们又觉得是哪个机箱品牌是最有可能和猫头鹰联名的呢？欢迎给出你们的看法。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些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